楚风兄弟，他们落入其中，真的会没事吧？圣光初瑶关切地问道。他所指的自然是圣光心田与圣光浩轩。初瑶兄，你就放心吧，这2个池子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必经之路，只要还想继续，那这2个池子就必须2选1，但是往往看上去不好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我将他们丢到其中，不是公报私仇，实际上是在帮他们。楚风说道。可是对于楚风这番话，众人则是将信将疑，因为那个黄色的池子，无论是味道还是看上去的样子，都像是粪池一般。既然是必经之路，那你也应该做个选择吧。圣光梦来说道。是要选，我选这个。楚风此话说完，便扑通一声跳入了水池之中。但是他跳入的并不是那个臭气熏天的水池，而是另外一个看着较为干净的。这个家伙果然是骗人，口口声声说那个好，结果还不是选这个。当楚风跳入水池后，圣谷众小辈纷纷斥责起来，他们都觉得楚风就是一个大骗子，实在是不可信。于是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圣光梦来与圣光初瑶。梦来小姐，我们该怎么办？难道真的听那楚风的，也跟着跳进去吗？众人纷纷向圣光梦来求助，他们实在是不敢去相信楚风了。你们自行决断。而圣光梦来却是冷漠地看了一眼众人，随后便也跳入了楚风跳入的水池之中。这一幕让圣谷众小辈不知该如何是好，都跟上吧。圣光初瑶说完此话，也是跟着跳入了那个清澈的水池之中。眼见着圣光梦来与圣光初瑶都已跳入，其他小辈也是纷纷跳入其中，落入水池便立刻被水池内的漩涡所束缚，果然失去控制，只能随波逐流。可如果说跳入水池之前人们心中还有些不安的话，那么落入水池之后反而安下心来，甚至有些高兴。进入水池之后，除了被漩涡束缚外，还有一重有一重的力量自水池之内涌入他们的体内，那股力量非常柔和，身为修武者，他们在这股力量对他们很有帮助。楚风没有骗他们，这水池不仅是必经之路，对他们的确也有好处。虽然在水池内能够得到柔和力量的加持，但漩涡的速度很快，很快便让他们脱离了水池，穿过了一道结界门。从结界门走出后，他们进入了一座大殿，大殿十分宽敞，四四方方，墙壁与地面皆是由石头打造而成，没有很是别致的雕像，也没有复杂的刻画，墙面与地表都是平面，但是看上去却也是充满威严之气。而楚风、圣光梦来以及圣光初瑶也都站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安然无恙。但是最先进入水池的圣光浩轩与圣光心田却迟迟没有出现。楚风兄弟，为何他们2人还没有进入这里？圣光初瑶也是有些焦急地问道。身为圣谷之人，他还是很关心圣光浩轩与圣光心田的。初瑶兄，你不要着急，我这样和你说吧，此地的历练分为3个阶段，第一步是洗礼，他们2人经过的洗礼是比咱们特别的，所以时间自然也就久一点。楚风说道。楚风兄，另一个池子真的会得到更多好处？圣光初瑶问道。当然了，我不会骗你的。楚风说道。那你怎么不进入那个水池接受洗礼呢？圣光初瑶此话一出，所有人都看向楚风，包括圣光梦来，这也是其他人想知道的事情。倘若能够确定另一个水池好处更多，身为修武者，没有理由不选另一个才是。他们都想知道楚风不选那黄色水池的原因，这还不简单？你看那池子像是粪坑一样，我楚风宁愿少得一些好处，也不愿意进入粪池啊。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兄弟，你这……圣光初瑶有些无语。楚风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可是圣光浩轩与圣光心田应该也不想在粪池里抛上一次吧？他们2个是被楚风强迫丢入其中的呀。忽然之间，又有一道结界门出现，那是一道黄色的结界门，带着味道的结界门。当那结界门出现的那一刻，人们就知道楚风没有骗他们，圣光浩轩与圣光心田果然都没有事情，并且他们2个就要出来了。果不其然，那结界门刚刚出现，一道身影便飞掠而出，是圣光浩轩。圣光浩轩进入水池之前明明身负重创，可是此时却是完好无损，这说明那水池的力量还真是不同寻常，不然他的伤不可能这么快好。只不过虽然身上的伤痊愈了，人看上去状态也更好了，可是他的身上却散发着与那水池一模一样的味道。看到这样的圣光浩轩，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不进入那个黄色水池了。楚风，圣光浩轩站起身后，先是嫌弃地闻了闻身上的味道，随后便恶狠狠地看向楚风。身为圣谷少爷，他何时遭受过这样的屈辱？见状，圣光初瑶以及圣谷的不少小辈都是赶忙圣光浩轩使眼色且进行暗中传音。圣光浩轩明明对楚风恨得咬牙切齿，可还是强忍下了怒火，脸上愤怒的情绪也是渐渐平息了不少，并且也是赶忙将目光从楚风身上移走。之所以如此，自然是他已经知道楚风那力量还在身上。圣光浩轩这个时候找楚风麻烦，只能是自讨苦吃。而紧接着，圣光心田的身影也是从结界门内飞掠而出，他的状态也同样不错，但是身上却也是散发着与粪池一样的恶臭，那臭气就像是与他的身体相融了一般，想甩都甩不掉。当圣光心田出现的那一刻，圣光初瑶等人就赶忙暗中传音于圣光心田，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就是告诉他楚风在这里还掌握着特殊的力量，不要去招惹楚风。可圣光心田就像是听不到众人的话一样，他站起身来，直接就向楚风冲了过去。楚风，我要杀了你！相比于圣光浩轩，圣光心田显然脾气更暴，他根本不管楚风是否还掌握着力量，此时的他就是要狠狠地教训楚风。不，并不是教训，他是带着杀意的，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圣光心田手持粉色的尊兵长剑，直奔楚风而去。明明还未靠近楚风，可是威压已是提前逼近，那威压同样带有杀意。他可不是吓唬楚风，他是真的要杀了楚风。
其实楚风与他并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将他丢到水池。那水池虽臭，可并非粪池，他经历过，也能确定那水池内是的确有好处的。虽然违背了他的意愿，可他没有受损，反而得到了好处。可哪怕如此，他还是要杀楚风。这就是来自圣谷的大小剑，只要让他不开心，他就要杀了对方。呵，不过面对他的攻势，楚风不仅不惧，反而冷然一笑。他的威压在靠近楚风之后立刻消散，就连飞向楚风的他也是被定格在了半空之中。没人看到楚风出手，甚至感受不到楚风的力量，可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楚风做的。楚风掌握的力量足以抹杀他们在场所有人。混账，利用这里的力量算什么本事？是个男人就用自己的修为来与我打。虽然被定住了，但圣光心田仍是一脸不服地对楚风咆哮着。楚风探手一抓，原本被握在圣谷心田手中的尊兵长剑便飞入了楚风手中。我刚刚没感觉错的话，你是想杀了我吧？楚风接过长剑，一边用手抚摸着剑锋，一边看向圣光心田，那目光已是颇为不善，就似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让人看到后感觉背脊发寒。楚风兄弟，心田妹妹她向来是这个脾气，但她不会真的对你动杀心的。察觉情况不妙，圣光初瑶赶忙开口相劝。初瑶兄，杀意这东西我都分辨不出是真是假，那我楚风就白活这么大了。楚风说道，我就是要杀了你，你能怎样？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看你怎么活着走出圣谷。圣光心田对楚风怒吼道，想死是吗？那我就成全你。枪！楚风将手中的尊兵长剑指向圣光心田，来，动手！那长剑已是对准了他，可圣光心田仍是丝毫不惧，反而对楚风发出挑衅。你以为我不敢吗？楚风话罢，眼中突然涌现出一抹杀机，随后抬手一剑，直接刺向了圣光心田的面门。这一刻，原本狂傲的圣光心田也是吓得紧紧闭上双眼。他没有想到楚风真的敢刺过来，只是当他睁开眼眸之际，发现楚风的剑并未真的刺向他，而是在距离他面门1寸之处停了下来。可能是感受到了与死神擦肩而过，圣光心田愣住了，久久未能缓过神来，也没有再对楚风说出那种挑衅的话，反而是眼含泪光，嘴角都在微微颤抖。怕了，凶悍如圣光心田也怕了。别说是他，就连圣光梦来看楚风的眼神也是有了些许的变化。刚刚楚风所展现的杀意十分恐怖，杀意任何人都有，但不同的人杀意的强度也是不同。这就像是老鼠的杀意岂能与猛虎相比？而楚风刚刚的杀意如同来自地狱，那是真的斩杀过无数生命且冰冷无情的人才会具备的。至少这样的杀意他们在场之中任何人都没有。起初大家都很看不起楚风，觉得他就是一个乡巴佬，根本无法与高贵的他们相提并论。后面被楚风欺骗后陷入被动之中，虽然也是意识到楚风不简单，可也只是觉得楚风狡猾，觉得楚风大胆。可直到此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家伙有多可怕。这是一个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虽然同为小辈，也都有着不错的天赋和修为，但他们却皆是温室的花朵，从小到大生活在庇护中，享尽珍贵的自愿，成长得极为顺利。而楚风能有今日，却是从尸山血海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楚风向来不喜欢与女人计较，但是圣光心田你绝对除外。我并非看你不顺眼，要怪就怪你那个爷爷，是你爷爷先招惹我在先，但你终归是个女子，我楚风还是要给你一些机会。但刚刚是我对你最后一次容忍，你若再敢对我释放那种杀意，就休要怪我无情。楚风冷漠地说完此话，扑通一声，圣光心田也是跌落在地。是楚风收起了定住他的力量，而圣光心田可能因为恐慌而失神，恢复自由身之后竟忘记了御空，这才让他直接跌落在地。但是看着圣光心田，楚风却没有一丝怜悯，而是将那把本属于圣光心田的尊兵长剑丢在了圣光心田面前，同时也用冷冽的目光盯着圣光心田。楚风的意思很明显，若是圣光心田不甘心，就再来与他一战。但若圣光心田再敢出手，楚风绝对不再客气。就这样放过他吗？他刚刚可是要杀你！雨莎的声音忽然响起。雨莎向来话少，可圣光心田的举动让他有些看不过去。刚刚若是楚风修为不敌圣光心田，那楚风就已经死了。终究是个女子，给她一次机会。楚风说道。给她机会有用吗？雨莎问道。不好说，管他呢，反正他再有下次，哪怕女子我也不再饶恕。楚风说道。此时圣光心田则是缓缓伸出手，将自己那把半程尊兵捡了起来。可他并没有再度对楚风出手，而是默默地将半程尊兵收了起来。他什么都没说，而是走到了圣光梦来的身后。此时的圣光心田就像是被斩断了羽翼的飞鸟，也似拔了牙齿的猛兽，只能躲到他相信的人背后。他的这个样子让人有些心疼，但更多的却是意外，尤其对圣谷众小辈而言尤其意外。圣光心田的性格他们是了解的，圣光心田若生起气，谁都不服，别说小辈，连他爷爷都敢叫板，这都是他们亲眼见过的。可现在的圣光心田却是认输了，而且认输得很彻底，他甚至都不敢再与楚风对视。圣光梦来看向楚风，什么都没有说，可是他的眼中却涌动着一种戒备的目光，就连他也是有些害怕眼前这个古外之人了。忽然之间，大地剧烈颤动，伴随颤动，耀眼的光华也是自地表升起，瞬间便将整座大殿笼罩。是阵法。圣光初瑶看着地表说道。不只是他，在场的小辈们都已经看出来了，地表的光芒来自于符咒纹路。那符咒纹路虽说特别，可却也蕴藏结界之力，乃是一座强横的大阵，正在地表形成。起初那符咒纹路看上去颇为奇特，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甚至满眼期待，都还以为是这谷中圣莲术修炼的机会终于来了。
可是很快，人们发现不太对劲，那符咒纹路变为漆黑之色，整个地表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漩涡，宛如深渊，又似地狱入口，释放着强大的吸力。那吸力虽没有将众人快速卷入其中，但所有人都被定格在了地表，不仅无法御空而起，反而在缓慢的下沉。梦来小姐，这是怎么回事？圣谷众弟子纷纷看向圣光梦来，可就连圣光梦来自己也是看不穿眼前的局势，但他能感觉到这缓缓吞噬他们的黑色漩涡十分的危险。大家别慌，我还在这呢。就在众人慌乱之际，一道很是无所谓的声音缓缓响起，是楚风。当楚风开口的同时，自楚风所在的方向，耀眼的光芒也是释放而出。仔细一看，那光芒与之前光芒瀑布所散发的光华一模一样，仿佛整个光芒瀑布的力量都汇集于在楚风体内。只见楚风单手捏诀，随后俯身蹲下，对着下方的漩涡一掌轰出，给我破！刹那间，源源不断的光芒力量不断的自楚风的掌心释放，涌入那黑色的漩涡之中。漆黑无比的漩涡开始被光芒所占据，当最后一点黑色漩涡也被光芒吞噬之际，这里不仅恢复了正常，地表之上更是出现了一座光芒大阵。但这座光芒大阵与刚刚的黑色漩涡全然不同，没有危险的气息，反而尽显神圣。紧接着，整座光芒大阵剧烈的颤动起来，伴随着颤动，一座结界门缓缓的自地底之中升起。总共100道结界门，仿佛对应着在场的100位小辈。但是这些结界门也并不简单，总共100道结界门拥有着不同的颜色和气息，白色、蓝色、金色、黑色，而它们所散发的气息，大家也是能够清晰的感受到，黑色最为危险，白色最为平淡，蓝色的气息最为柔和，但金色的却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但金色结界门只有2道，每道结界门只能进入1个人，除了那2道，只有圣光浩轩和圣光新田能进去外，其他的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楚风指着那2道金色的结界门说道。听到这里，人们忽然有些羡慕圣光浩轩和圣光新田了。他们2个虽是被楚风强行丢入那黄色水池的，但现在他们的确得到了其他人所没有的好处。现在任凭是谁都能看出，那金色结界门内的机遇最好，谁都想踏入其中，可偏偏只有圣光浩轩和圣光新田才有这个资格。这一刻，圣谷众位小辈看向圣光浩轩和圣光新田，再回想起他们刚刚对楚风的态度，就连圣谷之人也是觉得他们2个多少有点不知好歹了。楚风虽然手段强硬，可的确没有害他们，而是间接的帮了他们。浩轩、新田，你们快看，那金色结界门内必然有着不凡的机遇，但是只有你们2个能够进入，若不是楚风兄弟将你们丢入那金色水池之中，你们也将错过这个机会。你们还不快向楚风兄弟道谢！圣光出瑶说道。可圣光浩轩却冷冷的白了圣光出瑶一眼，他怎么可能向楚风道谢？事实上，圣光出瑶此话说出，就连圣谷小辈也是觉得他此话甚是多余。若是其他人倒也罢了，圣光浩轩和圣光新田都是什么角色？这2个人都是有名的暴脾气，是道理所讲不通的人，在场任何一个小辈都可能向楚风道谢，可唯独他们2个是不可能向楚风道谢的。哎呦，真是的，没想到啊，居然真的是我不识好歹了。然而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圣光新田竟对楚风开口了，并且仔细一看，他竟没有不情愿，反而脸上还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我不管你与我爷爷有什么过节，其实我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我刚刚的却是不懂事了。但你是男人，男人要大人不计小人过，呸呸呸，是大人不计女人过，更何况我还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子，你就当刚刚都没发生过，行不？圣光新田不仅面带笑意，那表情那动作竟是有些撒娇的说出了这番话。这样的变化，莫说圣谷众小辈，就连雨莎都是十分意外，这丫头怎么变脸这么快？楚风，你小心一点，她也许是要使计。雨莎对楚风提醒道。使计？雨莎，你想多了。依我看，这个丫头就是那种典型的吃硬不吃软的人，对她若是一直客客气气，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被她放在眼里，但是若是敢欺负她，她可能就会被你折服。楚风说道。真的假的？还有这种人？雨莎有些难以置信。我也不知道，我猜的。楚风笑嘻嘻的回道。雨莎有些无语，管他呢，就算他想耍什么阴谋诡计，倒霉的也只会是他。楚风对雨莎说完此话，便看向圣光新田。你说的对，我与你爷爷之间就算有恩怨，也不该牵扯与你我。先前若不是你拿你爷爷要挟我，我也不会直接出手。可就算如此，你刚刚想杀我也是真的，我饶你一次，以示仁至义尽。过去的就不提了，但我还是那句话，下不为例。若再有下次，我管你是美女还是丑女，我都不客气。楚风说道。知道啦知道啦，别这么凶嘛，难道没人告诉你对待女孩子要温柔吗？对了，楚风，那我们现在是要进入这门内修炼，对吗？圣光新田原本躲在圣光梦来身后，是因为惧怕楚风，可此刻竟跑到了楚风身旁，那亲昵的模样让人大跌眼镜。这变脸的速度着实是太快了一些，毕竟就在刚刚，他还对楚风喊打喊杀呢，怎么转眼间就如此亲昵？若是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还以为他们2个关系多好呢。每道结界门只能进入1个人，楚风说道。楚风兄弟，那道黑色的结界门是怎么回事？为何散发着如此凶险的气息？圣光出瑶问道。其实这是在场的其他人所想问的，因为那道结界门看着实在是太诡异了。这道结界门比其他结界门的确更加凶险，其他结界门最多负伤，但是这道结界门内的历练可能会死。不过往往机遇伴随凶险，所以在这道结界门内能得到的好处也是最多的。机会留给大家，有没有想选择这道结界门的？可以踊跃报名，这个机会先到先的。
楚风指着那黑色结界门说道：“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移开了。大家不傻，谁会选择这样一个危险的结界门？既然大家都不选，那没办法，这黑色结界门只能我来了。诸位，我先行一步。”话罢，楚风便直接踏入那黑色结界门之中。当他踏入之后，原本旋转的结界门便突然静止。虽说结界门还在，但看上去的确已经关闭了。梦来，我们会不会又被这个家伙骗了？他怎么进去的如此爽快？见楚风进去后，圣光浩轩等人却眉头紧皱，纷纷对圣光梦来询问起来。问我做什么？你们若是有胆量，也轮不到他。他不是没给你们机会，而是你们没胆量。圣光梦来说完此话，便选择一道蓝色结界门走了进去，而圣光浩轩等人则是颇为尴尬地站在原地。他们本是好心与圣光梦来交流，毕竟他们是一伙的，而楚风却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好心询问却换来圣光梦来的批评。可令他们意外的是，明明圣光梦来都走了，却有一道更为凌厉的斥责声响起。梦来姐姐说的太对了，你们这群胆小鬼，当着楚风的面连个屁都不敢放，人家让你们先选，你们又不敢选，你们不选，那总要有人选吧。人家楚风挺身而出，主动选了那最危险的结界门走了进去，结果你们不仅不领情，现在又背后说人坏话，你们还要不要脸？尤其是你圣光浩轩，你这么不相信，那楚风依我看，你都不应该继续修炼，毕竟你能够走进金色结界门的资格还是楚风给你的呢。圣光心田也是对众人斥责起来，并且特别针对起了圣光浩轩。他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的用那鄙夷的目光看着圣光浩轩。心田，你是怎么了呀？我们明明都是受害者，你怎么还帮着那楚风说话呢？圣光浩轩十分诧异，不仅一脸不解地看着圣光心田，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被自己喜欢的人这样斥责，让他感觉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受害者，我们明明是受益者，不懂感恩之人，别与我说话。圣光心田冷冷地瞪了一眼圣光浩轩，随后便踏入了金色结界门之内。圣光浩轩两眼发直，嘴唇却不住地颤抖，他真的是被气坏了。圣光梦来也就罢了，他本来就是这样冷漠的性格，可是圣光心田什么情况？他居然这样帮着楚风。楚风只是一个卫外人啊！诸位别忘记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是来修炼的，抓紧进去吧。圣光初瑶此话说完，便踏入了其中一道结界门。见状，众人也是纷纷踏入其中。而圣光浩轩虽然气得咬牙切齿，可也还是踏入了那金色结界门之中。他可不会因为厌恶楚风而放弃这大好的修炼机会。进入结界门内将会接受考验，所谓考验，根据天赋不同，通过的速度自然也是不同。踏入蓝色结界门的圣光梦来是最先通过那蓝色结界门考验的人，所以短短半个时辰，他就已经自蓝色结界门内走了出来。出来的时候，他虽没有任何负担，可是那洁白如玉的脸颊上却也流出了几粒汗珠，喘气的幅度也是比之前大了不少。看来强横如他，通过考验也并非一帆风顺。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他就是打量周围，发现所有结界门前都是空空如也，而向来冷漠的他，脸上竟也是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虽是女子，可却也看得出来，她也有好胜之心。身为第一个通过考验的人，她很是满足。哟，出来了，速度还挺快的。可就在此时，在那黑色结界门的后面，却传来一道声音。伴随那声音出现的同时，楚风也是从那黑色结界门的后面走了出来。你早就出来了。圣光梦来有些意外，他发现楚风不仅面色红润，脸上更是连流汗的痕迹都没有。倘若楚风真的顺利通过考验，那说明那考验对楚风而言似乎更为简单。可楚风进入的明明是黑色结界门啊，就比你早了一点点。楚风笑着说道。听楚风这样一说，圣光梦来则是下意识的看向了那道黑色结界门。别看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幸亏是我进去了，如若不然，你们怕是没办法活着出来。楚风说道。你就这样看不起我们？圣光梦来问道。没有看不起，我只是说事实。楚风淡淡的笑道。圣光梦来没有与楚风理论，而是盘膝而坐，闭上双眼，似是在修炼。至于楚风，也没有再主动与其交谈，也是盘膝而坐，闭上双眼，进入了一种感应状态。没过多久，圣光初瑶以及其他人也是纷纷从那蓝色结界门内走了出来。楚风兄弟，你没事，可真是太好了。圣光初瑶是出来后唯一一个关心楚风的人，对于这种关心，楚风也是特意睁开眼睛，笑着对其招了招手，随后便再度闭上眼眸。至于其他人，则是聚集到圣光梦来身旁，他们的状态可都不太好，就连圣光初瑶脸色也是有些惨白，而其他人身上或多或少更是出现了一些伤痕。可相比于他们，圣光梦来的状态可就好了太多，这让他们知道圣光梦来通过那考验必然很是顺利。可当圣光初瑶出来后，楚风和圣光梦来就都在了，所以他们也都很好奇，楚风和圣光梦来到底是谁先出来的。他们这些小辈还是比较在意这种无关紧要的荣誉的。于是有一个小辈还是好奇地询问起来，梦来小姐，你应该是第一个出来的吧？不是。圣光梦来连眼睛都没有睁开，声音也是有些冷漠，可是他的回答却让人们有些失望。这一刻，圣谷众弟子再度看向楚风，看楚风那连汗都没有流过的样子，他们忽然看向圣光初瑶，那种眼神就好像在说，我们该不会又被这楚风骗了吧？那黑色结界门应该根本就不是什么凶险的考验吧？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倒也正常，毕竟那黑色结界门真的那样凶险的话，那楚风这个状态本来就是解释不通的。没过多久，圣光浩轩与圣光心田也是自那金色结界门内走了出来，他们两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
看样子金色结界门内的考验，除了耗费的时间久一点之外，并不是太过危险。而当他们出来之后，原本立于此处的100道结界门，则是伴随轰鸣声，全部缓缓沉入地表之中。可大殿的中心，却又有一道全新的结界门浮现。这道结界门相比于其他结界门要大上很多，而其所散发的气息也是充满威严之感。当它的出现，宣示着第3轮考验即将开始。只是人们却没有贸然行动，反而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他们并不能确定这道结界门会通往何处，但他们觉得楚风应该知晓，毕竟楚风掌握着此处的力量，也知晓具体的历练的指示。诸位，第1轮我们经历的是洗礼，第2轮经历的是历练，而第3轮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气运。诸位，气运为何物？想必大家都清楚。所谓气运，向来看不见摸不着，但当它降临于我辈身上时，必然会有好事发生。但此处之气运却是与众不同，因为这是此处修炼之地给予的，所以是我们自己可以捕捉到的。大家闭上眼睛，仔细感受藏于天地间那股不同寻常的气息，便是气运。而你们能感悟到多少，就会得到多少。我可以将实话告诉大家，之前的洗礼与历练皆是铺垫，最终能得到的好处有多少，还要看能够得到多少气运。三者相结合，便会有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脑海与身体。那个时候再领悟，也许便可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此处的气运能抓到多少，全凭自己本事了。楚风说道。听楚风说完此话，众人赶忙盘坐在地，闭上双眼，捏动法诀，仔细感悟周围，搜寻楚风所说的气运。就连圣光浩轩也不例外，毕竟此处的气运是有限的，他们都不想错失先机。楚风，你又想骗人！可就在此时，那圣光梦来却忽然起身，用那凌厉的眼眸看向楚风。听他这样一说，众人也是纷纷睁开眼眸，齐刷刷的看向了楚风。毕竟他们很相信圣光梦来。圣光梦来既然这样说，那说明楚风的确就是在骗他们，但却有一个人除外，此人便是圣光心田。梦来姐姐，你在说什么啊？楚风他怎么会骗我们呢？圣光心田问道。心田，你先不要说话。圣光梦来说话的时候，看都没有看圣光心田，但他的语气却是十分的冷漠，这让圣光心田也是小脸微微一僵，随后竟真的不敢再说话了。梦来姑娘，不知此话怎讲？至于楚风，也是一脸不解的询问起来。这大殿内的确有气运存在，但是用感悟的方式捕捉，能够得到的气运将极少。想要得到这些气运，明明有更好的方式，你为何不直接说出来？圣光梦来对楚风质问道。你怎么知道有更好的方式？楚风反问道。楚风，你个骗子！你知道有更好的方式，为何不直接说出来？你是不是想独吞此处的气运？圣光浩轩第一个发出斥责。楚风兄弟，真的有更好的方式？圣光初瑶也是询问起来。有是有，只是这个方式非常危险，我不建议大家使用。其实经历了先前的洗礼与历练，我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家用心感悟，即可捕捉到气运。大家用我说的方式就完全足够了。楚风说道。楚风兄弟，其实你知道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至于用或不用，应该由我们来决断。圣光初瑶说道。对对对，初瑶兄说的极是。楚风公子，你要告诉我们啊！众人也是纷纷说道。面对众人的质问，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圣光梦来。其实我很好奇，梦来姑娘是如何知道还有其他捕捉气运的方法的？正常来说，我才是此处的执掌者，只有我知道才对。楚风好奇地看着圣光梦来。楚风公子虽然聪明，但看来也有疏忽的地方。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从此处获得的力量正在减退吗？圣光梦来此话说完，忽然掀开了自己的袖子，在他那雪白的手臂上，竟然想牵着一颗类似宝石。那宝石看上去极为特别，像是果实，而它散发的气息竟与谷中圣莲树一模一样，那是莲花圣石。梦来竟然真的将此物掌控。看到此物，圣谷的众小辈顿时大喜，而下一刻，那宝石释放诡异光芒，紧接着楚风身上磅礴的力量也是化作光芒流涕，自其身体释放，随后纷纷涌入圣光梦来手臂上的那颗宝石之中。我说，怎么感觉我的力量一直在暗中流逝？本来以为是这力量就是会随着时间而消逝，搞了半天是你暗中作祟。楚风看着那宝石，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其实楚风刚刚掌控那些力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那力量在流逝了。我当然不会让你发现，若是被你发现，必然会阻止我。楚风公子，你也不要怪我，这谷中圣莲树乃是我圣谷的领地，自然不能任由你一个外人来掌控。圣光梦来说道。梦来小姐说的很有道理，其实你若直接说，你有手段可以将我这从此处掌控的力量转移到你身上，而你也有着足够的把握能够控制住这力量，我楚风是愿意将这力量转移给你的。可是你用这样的手段，那可就休怪我楚风不客气了。楚风说道。楚风，你没有此处的力量，不过是个废物而已，在场的哪一个不能将你一脚踩死？你竟然还敢如此猖狂！圣光浩轩对楚风怒骂道。圣光浩轩，你闭嘴！没有楚风公子，我们岂能如此顺利？圣光心田则是对圣光浩轩怒斥起来。可就在此时，一道光芒力量突然将圣光心田覆盖，如同牢笼一般，将圣光心田束缚在了当中。梦来姐姐，这是你做的？圣光心田看向圣光梦来，而圣光梦来并没有回答圣光心田，而是一直看着楚风。楚风公子，不管你有何缘由，可你刚刚伤我圣谷之人乃是事实，这个公道，我身为圣谷之人，有必要替他们讨回来。话罢，圣光梦来看向圣光浩轩，不要动杀心，适可而止。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叫圣光浩轩亲自教训楚风，叫圣光浩轩报仇。楚风，这是你自找的。圣光浩轩面露狰狞，只见其狂发乱舞，汹涌的威压已是如无形猛兽，向楚风扑杀而去。那威压刚刚释放，便传来刺耳轰鸣，整个大殿都是为之震颤了几下。
但楚风并未受伤，因为那威压根本就并未靠近楚风，是有另外一道强横的威压自人群冲出，与圣光浩轩的威压碰撞，两者冲击之下相互抵消开来。你为何拦我？圣光浩轩看向圣光初瑶，眼中有着些许怒意。他知道那拦住他攻势的正是圣光初瑶。其实他与圣光初瑶关系不错，可他对楚风是在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找到教训楚风的机会，却被拦了下来。哪怕是圣光初瑶，他也难以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浩轩，楚风兄弟其实人不错，先前也的确是你不对在先，而他也没有得理不饶人，我们根本没必要。圣光初瑶正劝说着，突然白色的光芒也是如同牢笼一般，将他也封锁了起来。是圣光梦来哟，看来是下定决心要恩将仇报了。楚风看着圣光梦来，却是丝毫不惧，反而目光颇具玩味之色。不谈对错，但我圣谷之人不可在圣谷受辱。楚风公子，你稍微忍耐一下吧。圣光梦来此话说完，又看向圣光浩轩，下手不必太重，点到为止。虽然他嘴上说着叫圣光浩轩不要下手太重，看似十分仁慈，可楚风却并没有丝毫感激。毕竟让圣光浩轩来教训自己的就是他啊，总不能说因为这个人打你打的不是特别重，你就感激这个人吧？这世间根本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楚风轻蔑一笑，便看向圣光浩轩。圣光浩轩，我劝你一句，控制住自己，别给你脸不要，你若真敢对我出手，我就断你双手。楚风对圣光浩轩说道，真是笑话，没了此处力量，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敢威胁于我，断我双手，我现在就扭断你的双手，拔了你的舌头。圣光浩轩这次没有再释放威压，而是纵身而起，来到了楚风身前，只见其双手如两只锋利的鹰爪，直奔楚风的嘴巴而去。他是真的想将楚风的舌头给拔下来。对于这样的残忍一幕，圣谷小辈有人幸灾乐祸，却也有人不忍去看，而是看向他处。下一刻，鲜血喷溅，紧接着一道惨叫也是随之炸响。可那些不忍去看的人却心中一紧，那惨叫声怎么不对？那不是楚风的惨叫，而是圣光浩轩的惨叫。他们定目一看，顿时目瞪口呆。楚风毫发未损，可圣光浩轩却断了双臂，鲜血正如注一般自其断臂处喷涌，而他断掉的双臂在一个人的手中，那个人不是楚风，而是圣光梦来。圣光梦来不知何时来到了楚风身前，且硬生生的将圣光浩轩的双臂给扯了下来。这一幕，莫说其他小辈，就连圣光新田和圣光初瑶也是看得愣住了神。这什么情况？不是圣光梦来叫圣光浩轩教训楚风的吗？他为何突然对圣光浩轩出手，并且下手如此之狠？楚风，是你搞的鬼！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圣光梦来开口了，只是他回头看向楚风，眼中却是充满了怒意。然而他此话刚刚说完，却一个箭步冲到了圣光浩轩的身前，紧接着他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事。圣光梦来这位圣谷之内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却将他的手伸入了圣光浩轩的口中，鲜血喷溅，他竟将圣光浩轩的舌头给拔了下来。这一刻，圣光浩轩的惨叫比杀猪还要惨，整个人都躺在地上，痛苦的哀嚎起来。但同时，他也会用余光瞟向圣光梦来，眼中充满了委屈，就好像在说：不是你叫我教训楚风的吗？为何你又这样对我？楚风，快住手！圣光梦来再度发出咆哮，他的咆哮以及脸上那痛苦挣扎的表情，也是让人意识到事情似乎不太对劲。圣光梦来虽然对圣光浩轩残忍出手，可是这似乎并非他所愿。可圣光梦来此时却正在向圣谷众小辈走去，你浑身是血的样子，着实吓人，吓得圣谷众小辈也是面露恐慌，连连后退。楚风，快住手！你到底想做什么？圣光梦来的语气从开始的愤怒转而焦急，此时开始变得恐慌起来。他已经意识到他被楚风控制了。圣光梦来，我说了，你若要用这样的手段，就休怪我楚风不客气。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用宝物窃取我在此处得到的力量吗？我早就发现了，所以我在那力量之中布置了阵法，那力量的确归你了，但是你却归我了。你现在就是我的傀儡。楚风说道。楚风，你若想活着出去，最好立刻解除对我的控制。圣光梦来说道。哟，现在还在威胁我，看来你还不懂眼前的局势。你不懂没关系，我来提醒你，我楚风进入此处本无恶意，是那圣光浩轩找我麻烦在先，甚至还想杀我，我才对他出手的。我留他性命，以是给足你圣谷面子，甚至我都没有剥夺他修炼的机会。可你们却是如此不懂感恩，刚刚的事就要教训于我，哪怕明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却也要这样做，是真的将我楚风当成了一个软柿子来捏。事已至此，那我就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我楚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是觉得这是你圣谷领地，我楚风不敢对你们如何？你不是觉得你身为圣谷之人，哪怕做的不对，也要维护你圣谷尊严？我现在就要让你亲手将你圣谷小辈全部斩杀于此，我看你还有何脸面对你圣谷的列祖列宗？楚风此话落下，一股磅礴的杀意瞬间席卷了整座大殿，但那杀意并非自楚风身上散发而出，而是圣光梦来。这一刻，圣谷众小辈皆是面如死灰，包括那圣光梦来。楚风，住手！你快住手！楚风公子，先前是我不对，你若要罚我一人即可，不要伤害我圣谷其他人。圣光梦来彻底慌了，虽说他现在是被楚风控制，可若真的杀了在场小辈，那染上鲜血的手却是他的，他的确无法面对圣谷的列祖列宗。楚风兄弟，梦来就算有错，可也不至于如此啊！圣光初瑶也是赶忙开口求情，楚风公子，就算有错，你罚他们便是，没必要杀人吧？就连圣光新田也是帮忙求起情来。好，既然初瑶兄与新田姑娘开口了，我肯定要给他们一个面子，
毕竟他们是你们之中少见的有良心的人。圣光梦来，你刚刚只罚你一个，你是认真的吗？楚风看向圣光梦来，一人做事一人当，是我夺取了本属于你的力量，也是我叫你圣光浩轩对你出手，你心有不快也是正常，但若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与他们无关。圣光梦来说道。虽说你的做事风格我不喜欢，但你倒是有点骨气。其实我也没打算真的杀了你们，不过是吓一吓罢了。既然你如此有骨气，倒是让我有些刮目相看。但做错事必须要受罚，否则我怕你们不长记性。你们圣谷之人，除了初瑶兄与新田姑娘外，皆是不懂感恩，所以这第3轮的修炼，你们也都没有资格继续了。初瑶兄、新田姑娘，咱们继续修炼，抓紧掌握此处的气运吧。至于其他人，若敢擅自领悟此处气运，那便格杀勿论。楚风看向圣光初瑶和圣光新田之际，那圣光梦来则是抬手一挥，那束缚住圣光初瑶与圣光新田的白色光芒便消散开来。大家都知道，这实际上是楚风操控圣光梦来做的。多谢楚风公子。圣光新田对楚风甜甜一笑，随后便盘膝坐下，全然不打算去管圣谷的其他人。楚风兄弟，而圣光初瑶则是还想说些什么，他自然是想替其他人求情。谷中圣莲术好不容易开启，并且还是传说中的全面盛开，他是真的不希望圣谷小辈就这样错过这个机会。初瑶兄，我楚风已是仁至义尽，抓紧修炼吧，莫要耽搁时间。哦，对了，你刚刚问我那其他修炼方法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你看好了，这个法诀其实很简单，可若用这个法诀，可就不是感受此处的气运，而是此处的气运向你袭来，自己领悟的气运是柔和的，但主动向你袭来的气运却是狂暴的。我不是吓唬你，若是掌握不当，他可能会要你性命。我是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但你若要尝试，我也不会阻拦。楚风说完此话，便盘膝坐的捏出了一道奇特的法诀。此时，圣光新田也早已睁开眼眸，与其他人一同观察楚风的法诀。当这法诀完成之后，楚风周围的空间都是震动起来，紧接着他们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气息正源源不断地向楚风冲击而去。那气息很是危险，想必就是楚风所说的狂暴的气运。但那气息源源不断进入楚风体内，可楚风却是毫发未损，就连其面容都是没有丝毫变化。见状，圣光初瑶赶忙盘膝坐的，按照楚风刚刚所施展的法诀，也开始尝试。初瑶哥哥，你真要是……先不说那气息是不是楚风所说的气运，只是那危险的感觉，你察觉不到吗？圣光新田劝说道。新田，富贵险中求，我总要试一试。圣光初瑶淡淡一笑，随后便捏动法诀。法诀完成，他周遭的空间也是不由一颤。紧接着，那出现在楚风周围的气息也是出现在他周围，只是不同的是，出现在圣光初瑶周围的可见气息数量远远不如楚风的，但却同样在向圣光初瑶体内涌去。然而，那气息刚刚进入圣光初瑶体内，圣光初瑶便大口鲜血喷涌而出。虽然他立刻停止，可还剧烈喘咳，每喘咳一下，都会有大口的鲜血自其口中喷出，而每喷出一口鲜血，他的气息都虚弱许多。这样下去，他可能会死。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来到他的身后，一掌拍在了他的头顶。是楚风。只见楚风捏动法诀，随后竟硬生生的将涌入圣光初瑶体内的气息给吸入了他的体内。做完这一切之后，圣光初瑶才停止咳血。楚风兄弟，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圣光初瑶连连道谢。他很清楚，刚刚的罪魁祸首就是那进入体内的狂暴气息，若不是楚风将其吸走，他可能真的要性命不保。初瑶兄，谢就不必了。不过你提醒一下那圣光梦来，叫他好自为之，别再来招惹我了。若再来招惹我，我是真的不客气了。楚风说完此话，楚风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圣光梦来。对于楚风的话，圣光初瑶也是有些摸不清头脑。圣光梦来刚刚明明都已经认错了，怎么还会继续招惹楚风呢？而就在他不解之际，楚风则是身形一纵，竟跃入了那悬于大殿中心的结界门，离开了这座大殿。见此一幕，圣光初瑶、圣光新田以及在场的众位小辈皆是一脸不解。他们不明白，好端端的楚风为何突然离开，他应该留在此处继续修炼才对啊。可就在此时，只听一声碎裂之音自圣光梦来的手臂处传来，仔细一看，那颗莲花圣石竟出现裂痕。那碎裂之音正是传自莲花圣石。下一刻，一声闷响传来，那莲花圣石便彻底粉碎。与此同时，白色光芒也是自莲花圣石释放而出，跑得够快的。圣光梦来看向那道悬于大殿中心的结界门，说道：“梦来，怎么回事？这莲花圣石怎么会碎裂？难道是楚风做的？”圣光初瑶赶忙问道：“是我自己做的。”圣光梦来说道：“什么？你自己？这是为何啊？”众人皆是一脸不解。莲花圣石如此珍贵，圣光梦来为何要将其摧毁？我若不将其摧毁，在这圣谷之中，将一直受着楚风所控，我们的安危将掌管于他的手中。圣光梦来说道：“所以说，楚风他是察觉到了你在摧毁莲花圣石，所以才逃了。”有圣谷小辈问道：“不确定，但若真是如此，这个对手便着实有些可怕了。”圣光梦来看着那道结界门，目光变得复杂。他就是不想楚风发现，才在暗中摧毁莲花圣石。正常来说，楚风是不可能发现的。可倘若如此，楚风还是发现了，那楚风的观察力便的确太过可怕了一些。梦来，楚风他现在是否还掌握此处力量？一道虚弱的声音响起，是圣光浩轩。在圣谷小辈治疗下，他的断臂已经接了起来，舌头也恢复了。只是刚刚圣光梦来的攻势太强，哪怕肉体恢复，可实际上灵魂也是受损，他看上去还是有些虚弱。现在那楚风倒是不足为惧了，我们抓紧修炼吧。圣光梦来说道。见状，
圣谷众小辈也是准备继续修炼，可圣光浩轩却再度问道：“那结界门通往何处？你到底想干嘛？”圣光梦来问道：“那楚风如此辱我，我必要杀他。”圣光浩轩说道：“杀他！”听闻圣光浩轩要杀楚风，圣光新田不高兴了，指着圣光浩轩便破口大骂起来：“圣光浩轩，你还是人吗？你与楚风应该无冤无仇，可自从那楚风出现，你就一直针锋相对。楚风刚刚更是可以将我们全部斩杀，但他没有那样做，他已是仁至义尽。你若还是咄咄逼人，那岂不是太显得我圣谷小人之心？你若这样做，简直就是在抹黑我圣谷。”圣光新田不仅言辞激烈，语气更是十分气愤，这让圣光浩轩神色复杂。新田，你是怎么了？你为何要这样帮一个外人？圣光浩轩问道。外人又如何？哪怕我是圣谷之人，我也看不下去了。圣光新田说道。你真是……圣光浩轩还想说话，可就在此时，圣光梦来却突然开口：“好了，此事就此作罢，如何处置这楚风，还是离开此处后由白眉大人他们决定吧。”圣光梦来说道。既然提到了白眉大人，那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楚风必须要死，而这是白眉大人对我下达的命令。圣光浩轩说道。而他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感到意外，纷纷看向了圣光浩轩。最难以置信的则是圣光新田。圣光浩轩，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你现在居然敢利用我爷爷的名声了。圣光新田咬牙切齿，说话之际，他的威压都隐隐释放，那个架势，若是圣光浩轩不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他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我圣光浩轩可不敢拿白眉大人的话开玩笑，的确是白眉大人暗中传音于我，叫我除掉这楚风，只是为何除掉他，白眉大人并没有讲，我说的皆是属实。若是我有说谎半句，那么离开此处，我圣光浩轩便以死谢罪。圣光浩轩此话一出，不仅圣谷众小辈面面相觑，就连圣光新田也不知该说什么了。虽然圣光浩轩做事有时候确实有些过分，但这种事情上面他的确还没有说过谎。况且在圣光梦来面前，他连死谢罪这种话都说了，更加证明他没有说谎。倘若白眉大人真的要杀楚风，为何不等楚风离开此处，他亲自出说，而是叫你动手？圣光初瑶好奇地问道。我哪知道，你去问白眉大人。反正我只知道，我若不除掉这楚风，必会被白眉大人怪罪，所以你们谁都别拦我，若是拦我，谁就来背这口锅。话罢，圣光浩轩便要起身跃入那结界门去追楚风。等一下！可就在此时，圣光梦来却再度开口，谷中圣连术的离开的大门要待修炼时间结束后才会开启，楚风不会逃走的。既然白眉大人叫你杀了楚风，那我也不拦你。不过就算要去，也先在此修炼，修炼完毕之后再去不迟，莫要浪费这个机会。话罢，圣光梦来便盘膝坐下，直接闭上眼睛，开始感悟此处的气运。他没有去尝试楚风的方法，他知道楚风刚刚所施展的法诀是对的，而圣光初瑶学习的法诀也是对的，只是圣光初瑶的确无法承受那狂暴的气运，他也不确定他能否尝试。可刚刚圣光初瑶出事的时候，还有楚风在这里帮忙救他，现在楚风已经走了，他若尝试失败，谁来救他？所以一番考虑之后，他决定还是不冒险尝试了。此时圣光梦来的态度很明显，话已经说了，倘若圣光浩轩质疑放弃修炼机会，直接去教训楚风，他也不拦着。所以其他弟子也是纷纷开始继续修炼，他们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可是突然一道身影飞掠而出，进入了那结界门，是圣光浩轩。哪怕放弃修炼机会，他也要去杀楚风，可见他对楚风的确恨之入骨。在圣光浩轩刚刚离开之际，又有一道身影飞向那结界门，可下一刻却有一股磅礴的武力释放而出，化作一道金色的盾牌，将那结界门封锁了起来。此时那掠向结界门的人也不得不停下身来。梦来姐姐，为何拦我？圣光新田看向圣光梦来，原来紧随圣光浩轩想进入结界门的便是他。新田，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你喜欢的是一个强势的男人，所以我懂你的心思。圣光梦来抬头说道。不是吧，新田小姐，喜欢那楚风？这不是真的吧？听闻此话，圣谷众小辈皆是十分吃惊。虽然圣光新田对楚风态度忽然好转，他们也十分不解，可若要用圣光新田喜欢楚风这件事来解释，他们实在难以置信，换句话说是难以接受。先不说圣光新田的身份和实力，他刚刚认识楚风才多久啊，一点感情都没有，并且之前还有过节，还有冲突，这怎么突然就喜欢上了？让我进去。圣光新田说道。新田，圣光浩轩此人虽是自负，但他做事还是会考虑后果的，我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应该真的是你爷爷下令让圣光浩轩杀了楚风。至于为何要在这里动手，可能是我圣谷之中有人不想让这楚风死，或者是有其他原因，但不管有何原因，白眉大人向来做事周到，他既然下了这个命令，就必然有他的考虑。你身为圣谷之人，身为白眉大人的孙女，你都不应该去帮楚风。另外，那楚风不仅强势，他还是一个极其危险之人，一个谷外之人，对谷中圣莲术完全不了解，但却能够掌握此处局势，将我等全部压制，哪怕我有莲花圣石在手，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的人，你驾驭得了吗？圣光梦来说道。圣光新田有些挣扎，但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沉默了片刻后飞落而下。他妥协了，但让他妥协的并不是因为圣光梦来说楚风是一个危险的人，是他驾驭不了的人，偏偏他看中的就是这样的楚风。若楚风没有这样的特质，他也不会觉得楚风不同，所以让他妥协的不是楚风是什么人，而是他是什么人。他乃是圣谷之人，虽然有些欣赏楚风，可他也不会为了一个刚认识的人去做对圣谷不利的事，哪怕不对，他也不会违背圣谷的决定。更何况这个决定
还是他爷爷的决定。圣光心田落下之后，什么都没说，而是直接盘膝落座，继续修炼。见状，其他众人也是继续修炼，直到他们感受不到那气运之后，才纷纷睁开眼眸。他们知道修炼到此结束了。起身之后，众人皆是面带喜色，许多人更是忍不住兴奋地交谈起来。此次修炼，他们在场之中并没有人突破修为，可却是收获极大，大家都是非常满意，因为他们都领悟到了一些东西，那是有关修武之道的。虽说这修武之道不能让他们立刻顿悟，可却帮他们日后的修武之路拓宽了。他们今日所领悟的东西，可以让他们上限变高。简单的说，有的人可能这辈子都难以达到5尊巅峰，最多也就是6品5尊。可是在这谷中圣莲树内，经历了洗礼、历练、气运3重修炼相结合后，他们领悟到了从未领悟的武道。这武道使得他们灵魂都得到了升华，对修武意图有了全新的认识，让他们未来的道路更宽阔。他们日后就算无法达到5尊巅峰，但是7品5尊甚至8品5尊也都是不难。全面盛开，果然不同凡响。不虚此行啊！圣光初瑶也是忍不住赞叹起来。虽说他也是未能突破，可他却深知今日收获是多么的难的。可在场却有2个人面色凝重，一个是圣光心田，一个是圣光梦来。圣光心田为何面色凝重，大家自然知晓，多半是因为楚风。哪怕此次收获不错，可他也是高兴不起来。可圣光梦来为何如此，则是让人不解。梦来，你怎么了？圣光初瑶问道。我想楚风应该已经死了吧？圣光梦来说道。楚风真的会丧失此处力量吗？结界门内会不会还有其他机遇？圣光初瑶问道。我刚刚掌握了那力量，所以对这谷中圣莲树也有了解。那结界门后面就是寻常的岩洞，没有任何机遇。圣光梦来说道。若是如此，那楚风兄应该是难逃此劫。浩轩他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圣光初瑶提起楚风也是有点惋惜，但并没有太多难过。他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但也深知自己是圣谷之人，若是有圣谷小辈无端找楚风麻烦，他会替楚风出头。可倘若是圣谷要除楚风，他便觉得必然有除掉楚风的道理，他会接受这件事，甚至让他动手，他也会愿意。这并非人品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不管如何，今日若没楚风，我们都无法进入此处。不仅仅是天赋，他的观察力、判断力以及做事的果决和手段，都是我从未在同辈身上见过的。他的确厉害，我们皆不如他。圣光梦来叹道。他并不是觉得楚风死了而感到难过，只是觉得有些遗憾。而对于圣光梦来这个评价，换作是在进入这谷中圣莲树之前，大家一定十分震惊。毕竟在他们心中，他们皆是人中龙凤，而圣光梦来更是天选之子一般的存在。说有人比他们强，他们能忍；可说比圣光梦来强，他们可不太信。但是现在对于这个评价，他们皆无异议。不管楚风是生是死，先前的楚风的确压得他们抬不起头，甚至若不是楚风心慈手软，留了他们一条性命，楚风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部杀了，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圣光浩轩去追杀楚风的结局。人都死了，感慨这些有何用？楚风不像坏人，就算是我爷爷的命令，我也要问个明白，他为何非要杀掉楚风？就在此时，一道充满怒火的声音响起，是圣光心田。话罢，他跃身而起，一拳轰出，那金色的武力盾牌便碎裂开来。他先前并非破不开这金色盾牌，而是他先前没有选择强行出手。可现在他也觉得楚风难逃一死，他想离开此地，所以才出手。破开武力盾牌之后，便直接跃入了结界门之中。此时所有人都看向圣光梦来。走吧，我也想知道为何我圣谷要除掉这楚风，还有这楚风到底是何来历。话罢，圣光梦来也是跃入结界门之中。与此同时，其他圣谷之人也是纷纷掠入其中。穿越结界门，他们果然进入了一座岩洞。这座岩洞并不大，而岩洞的尽头处有着一道结界门，只是那道结界门现在是关闭状态。但进入这岩洞之后，圣光梦来等人却皆是愣住了，因为在那封闭的结界门之前，有着一道身影坐在那里。这个人乃是楚风。楚风没死，不仅没死，他还完好无损。最主要的是，在他的屁股下面坐着的乃是一个人，此人极为凄惨，双手双腿尽断，就连身上也是布满了血窟窿，不仅面容尽毁，眼睛都被挖了出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将死之人，虽然还活着，可只剩下了一口气。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还清醒着。因为清醒，所以能感受浑身痛楚，所以他还不停地发出哀嚎。只是因为太过虚弱，他的哀嚎声音也是非常的小。虽说已是面目全非，可看他的衣着，大家还是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圣光浩轩。哟，总算出来了。既然如此，那咱们之间的账也是时候结了。楚风笑眯眯地看向圣谷众位小辈，虽然那双眼睛的确是面带笑意，可是看到他的目光后，众人却皆是心头一颤，一股胆寒之意由心而生。楚风没死，事实就在眼前，众人不信也是不行，于是他们纷纷躲到圣光梦来身后，目光也都落在了圣光梦来身上。虽然什么都没说，可那目光仿佛在问：你不是说他丧失了此处力量吗？怎么会这个样子？毕竟他们早就观察过楚风的修为，楚风自身修为只是9品至尊而已，可圣光浩轩却是2品5尊。若是没了此处的力量，楚风怎么可能是圣光浩轩的对手？不应该，此处明明没有力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圣光梦来对楚风问道。他的意思其实是在问楚风是怎么把圣光浩轩击败的。梦来姑娘，你可真是太小看我楚风了，你真的以为没了此处力量，我楚风就不能收拾你们了吗？楚风此话说完，轰的一声，磅礴的威压如同飓风一般向圣谷众小辈席卷而来。见状，圣光梦来赶忙也释放出他的威压，这才将楚风的威压抵消开来。这气息很快，其他人也是反应过来，
楚风所释放的威压极为强横，若非圣光梦来出手，只是那威压就足以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碾成粉碎。二品武尊，那是二品武尊的威压，你是二品武尊？圣光梦来问道。怎么？那白眉老头没告诉你们真相吗？看来你们真的以为我楚风是个九品之尊境。楚风说道。你隐藏了修为？圣光梦来问道。我并未隐藏修为，而是你圣古之人运用东西压制了我的修为。至于为何压制我的修为，自然是要保护你们。只是可惜那东西虽强，可此处修炼之地内却也隐藏着特殊的力量，这力量强大到足以毁掉它压制我修为的东西。只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丫头身上竟然藏着那样的宝物，竟然可以窃取我从此处得到的力量。本来自从我得到此处的力量后，便一直在运用那力量摧毁压制我修为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快大功告成了，但却因为你使得我没有凭借那力量直接将压制我修为的东西摧毁。不过还好，其实就只差了一点点，也还好我是一名戒灵师，这一点点就算没有那力量也是难不住我。楚风说道。所以你刚刚才要逃，就是争取时间要摧毁那压制你修为的东西？圣光梦来问道。没错，楚风说道。听闻这里，圣光梦来再度看了一眼那被楚风坐在身下悲惨至极的圣光浩轩。圣光浩轩的战力其实不弱，正常来说他是能与楚风一战的。虽然没有看到具体交战过程，可只看现在的结果，他也知道圣光浩轩与楚风实际上有着极大的差距。同为二品武尊，圣光浩轩远不如楚风。楚风，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何白眉大人他要杀你？圣光梦来问道。原来你们早就接到了要在这里面除掉我的命令，既然要杀我，又何必多此一问？难道我说我没有做错什么？是那白眉老头错了，是你圣古错了，你们就会放过我吗？楚风问道。听闻此话，圣光梦来眉头微微皱起。楚风说的对，倘若圣古非要杀他，哪怕楚风没有做错什么，他也不会手下留情，毕竟他是圣古之人。楚风，你的确是个人才，我承认同为小辈，我不如你，若是可以选，我倒是希望能与你成为朋友，只是可惜你是我圣古要杀的人。现在我不直接杀你，但我不能让你再伤害我圣古之人。你是束手就擒，还是要我捉你？圣光梦来问道。捉我？你有这个本事吗？楚风淡淡一笑，就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一般。可他话音刚落，磅礴的力量便向楚风压迫而去，是圣光梦来所释放的威压。只是他的威压还未靠近楚风，便被挡了下来。只见楚风额头之上雷纹涌动，而他所散发的威压也是从二品武尊达到了三品武尊，那是神字雷纹。他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圣古众小辈皆是传来一阵惊呼。本来他们之前还想楚风二品武尊的修为为什么如此嚣张，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楚风的底气来自哪里了。原来他修炼了神罚玄功，并且可以凭借着神罚玄功在武尊境提升一品修为，这便是楚风身为二品武尊却不惧怕三品武尊境的圣光梦来的原因。你这丫头真是不长记性啊！我都说了，那白眉老头压制我修为是为了护你们安然，现在那压制我修为的东西已经不在，你难道还不清楚你们的处境吗？还妄想压制我，就凭你那三品武尊的修为吗？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的你们就如同战板上的鱼肉，只能任我宰割，反抗的念头还是趁早打消掉吧。楚风看着圣光梦来，面带轻蔑之色。听闻此话，圣古众小辈脸色变得不悦。楚风二品武尊的修为的确超乎他们的想象，可圣光梦来却是三品武尊，哪怕楚风通过神字雷纹将修为提升到三品武尊，可他的真实修为终究还是二品武尊。他一个二品武尊哪来的底气，敢看不起堂堂三品武尊？枪！圣光梦来手掌一翻，一把银色的长枪出现在了他的手中。长枪出现，圣光梦来周身的空间都如恐惧一般开始颤抖，他的气息变得更为强横，那乃是一把尊兵。本来只是想将你制服，离开此处后再去向白眉大人询问缘由，但现在我倒是想领教一下你到底有怎样的本事了。圣光梦来说道。可是圣光梦来此话刚刚说出，便扑通一声故意在了地上。是楚风！只见楚风的身上有雷霆铠甲出现，他的修为已是从三品武尊提升到了四品武尊的地步，是四品武尊的威压直接将圣光梦来压迫的半跪在了地上。这个家伙！圣古众小辈看着楚风，眼中满是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在武尊境，楚风竟能连续提升2品修为。领教我的本事，你先能站起来再说。楚风对圣光梦来说道。圣光梦来冷哼一声，只见其身上闪烁起奇异光芒，他的修为也是得到了提升，也是从3品武尊提升到了4品武尊的地步。此时他的修为与楚风一样，尽管楚风的威压一直压迫着他，可他也正在缓缓起身，顶着楚风的压迫站了起来。看到这样的圣光梦来，原本紧张的圣古众小辈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人面露得意。楚风的确强，只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从未见过如楚风这般强横的古外小辈。但是圣光梦来却也不是平庸之辈，先前楚风那般嚣张，完全不将他们放在眼中，自然是因为楚风拥有连续提升2品修为的力量。但是好在圣光梦来也是可以在武尊境提升修为的。他们还没有说，可就在下一刻，刚刚起身的圣光梦来却再度扑通一声半跪在了地上。见此一幕，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就连圣光出瑶、圣光心田也不例外。只见楚风周身4只圣兽的虚影浮现，他的修为境再度提升，从4品武尊提升到了5品武尊的地步。完了，这一刻他们知道他们完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圣光梦来虽然天赋异禀，可在武尊境他也只能提升1品修为，4品武尊已是他的极限。他
根本无法抗衡。那将修为提升到了5品5尊境的楚风，